杨紫终于换了个发型，把波波头剪成了初恋的样子。看完我也想剪。据说杨紫是小编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，她很真实，性格爽朗，演技也很出色，所以一直以来观众对杨紫的评价居多。杨紫虽然乍一看不是美女，但是很有魅力，越看越有气质。杨紫最近也换了一个发型，要知道发型对一个人的容貌影响很大。这一次，杨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不信我带你去看看。杨紫这次换的发型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波波头，爆脖头非常宽容，不管你是长脸还是圆领，波波头都会很漂亮。杨紫的脸是圆的，剪了这个发型之后，脸型得到了修饰，看起来精致了很多。剪完后的波波头造型美得像初恋，看了之后真想剪了。杨紫终于换发型了。扎着波波头的杨紫身穿黑色卫衣，卫衣的款式很简单，没有任何图案的点缀，但是越是简单的衣服越能彰显人的品味，所以小编建议大家穿款式简单的衣服。外观选择的针织衫也是高领的设计，高领的设计衬得杨紫的脖子修长，宛如天鹅颈，十分妩媚。其实除了波波头，半马尾的发型也很适合杨紫。半马尾发型比传统的马尾辫更有特色，也让杨紫精神焕发，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着活力。杨紫额头还搭配了一对空气刘海，空气刘海是减龄的法宝，小伙伴们也可以试试半马尾和空气刘海的发型，相信效果不会差。杨紫上身穿了一件卫衣，卫衣是拼接款式，由白色和蓝色组成，白色和蓝色的搭配非常清新，在春天显得格外抢眼。搭配卫衣，杨紫腿上套了一条裙子，裙子的侧面点缀着白色的英文字母，非常有特色。杨紫还把上身的卫衣塞进了下身的裙子里，身材比例一下子就完美了。要知道杨紫的身材其实并不是很好，但是因为她很会穿搭，每次都能给人一种超模的身材，所以小伙伴们在穿衣搭配上也要慎重，才能提升颜值哦。杨紫脚上选择了纯白色运动鞋，球鞋不仅款式漂亮，穿在她的脚上也非常舒服。小伙伴们也可以试试纯白运动鞋，它可以帮你凹造型，真的很不错。杨紫终于换了个发型，把波波头剪成了初恋的模样，看完我也想剪。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02真顶流假不了，假顶流也不是真的，肖战的数据解读太落后了。谁是国内娱乐圈的佼佼者？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丢给各个营销号，那他们肯定能列出多个艺人，哪怕有的人只是因为一部剧走红，在选秀中都是一流的。既然是顶流，那么就算站在最高峰，也应该只有一个，而现在的顶流却层出不穷，次顶流、带爆顶流层出不穷，而且大部分都是逼着自己宣传自己的艺人。只能说真极品假不了，假极品假不了。一上红毯，谁真谁假一目了然。远景大会红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，主办方终于发布战报公布结果，向内与宣告晚会举办的有多么成功，有多火，有多少人看直播，有多少艺人走上红毯，上了多少热搜，人气有多高，这些都是主办方成功的标志。主话题阅读量119.4亿，讨论量高达7136.1万，上热搜榜339次，衍生优质副话题总数高达503个，上榜人数盛典直播观看人数达1.07亿。从这点来看，主办方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满意。而不可否认的是，一流的肖战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整个2022年，肖战给了愿景大会唯一的红毯活动。肖战的出现意味着会有更多人看直播，看肖战。据官方统计，肖战的贡献率绝对是火爆，仅肖战视频的播放量就高达1.4亿，比看盛典直播的人数还要多。更何况肖战的在线讨论量高达624.1万，超过所有其他在线讨论的总和。高大上终于等到肖战的红毯成功登顶，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对肖战的红毯充满期待。肖战一次出场就足以用数据告诉内娱，他依旧是国内娱乐圈的顶尖人物，只要他出战，其他人的数据是追不上的。娱乐圈的艺人要么靠流量，要么靠实力，但有一些艺人在流量面前谈实力，
在实力上比流量，但不比邻而居，还是想推销自己。其实只有粉丝愿意买，可要是遇到了肖战，你肯定讨不到他的欢心。在流量方面，肖战自2019年走红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巅峰期，即便是在他最艰难的2020年，那几天也是他流量的高峰期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一场红毯之旅也告诉大家，肖战的流量还在，从未走下坡路。目前没有所谓的第二个肖战，就算有一天肖战不在一流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说到实力，谁能否认肖战的实力呢？肖战的成功靠的是他的作品《陈情令》《魏无羡》这部在海外依然火爆、依然让新派传媒活下去的作品。有代表性的作品，随之而来的是稳定的作品输出。王牌战队近日对荣誉进行了梳理，酷云卫视年度冠军，平台首播人气 V 榜双冠王，入围飞天奖，入围金鹰奖，入选江苏省5个一工程，荣获2021至2022年度江苏电视剧奖1等奖。论流量，肖战是别人无法达到的颜值讨论度；论实力，肖战的作品有热度和荣誉。肖战的顶流地位，至今无人能撼动。再分顶流，要被顶流先爆出肖战的数据，才称自己为顶流吧。03，你羡慕顶流，其实最不值钱的是肖战，他的优点太多了。你只看到了他的顶级流量，但其实肖战的顶级流量是他最不存在的问题，因为他有很多好的品质，人们喜欢他这个人。你羡慕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爱他，并且非常关注他。你把大家对肖战的喜爱和关注看成是流量，肖战周围存在的超高人气、超高热度和讨论度，你把他定义为顶流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的判断。他有观众，有很多优质作品，有效果的剧，有效果的粉丝，粉丝量很大，所以他一出现，周围的关注度超高，顶流。但他不是流量明星，而是他的顶流量全部来自他的作品，来自他自身实力的体现，而不是来自空洞苍白的营销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流量明星，他的顶级流量来自于自己的作品，来自于自己的实力，而不是空洞苍白的营销。顶级流量，独一无二，无可替代，无可替代。肖是个全能型人才，能够全面发展，没有短板。他是实力派演员，实力派歌手，话剧演员，闪闪发光的舞台舞者，优秀的舞者，才华横溢的舞者，出道前的设计师，获奖者，业余爱好者，甚至是专业人士。可能是因为他出道前是设计师出身吧，所以肖对时尚的把控是非常精准和热衷的。比如2022微博世界大会的红毯，肖穿的西装色号恰好是2023年的流行色。公司时尚的风格不仅走在时尚前沿，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。肖战的自助穿搭很好看，也很专业，看似随意，但个性独特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时尚的理解。如果肖战现在还是设计师，肯定也会大放异彩。肖的身材和容貌都是一流的，看到了会更加惊讶。明星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颜值和颜值的不同，在普通人当中，那是惊世骇俗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仅有容貌，还有灵魂，不是空虚苍白，而是有才华、有修养、有浓浓的生活气息，身上带着一股墨香，给人一种很特别的第一感觉。难得有思想、有态度、有教养的人，谈得不凡、有趣、博大精深，简直像他吐气如兰，腹中有墨，腹中有诗人之气，非常独特的存在，独特的气质，没有任何瑕疵，更别提什么缺点了。肖战其实是一个全能艺人，你想要的应有尽有，甚至让你惊叹他的成长，他的实力，他的出众，他的才华，几乎每一个其中非常一流。只是所有最好的东西的结合，最重要的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，骨子里的善良，低调的谦逊和礼貌，谦逊和个人。这么好的条件，其实还是很努力，很上进，很努力，不骄不躁，踏实稳重，这是最难得的。如此耀眼的气息，如此璀璨夺目的外在形象，站在山巅，俯视着一切，他依旧没有飘走，而是十分的清醒和通透，俯视着漂浮的浮云，只想追求人生理想，追求艺术价值，而不忘初心。太过追求名利，依然一如既往的纯洁，一尘不染。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。肖战真的不是什么，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，
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都能勇敢面对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无论风雨飘摇，他都专注于做自己当下的事情，不为所动外来的干扰，创作好的作品，打磨演技，提升业务能力，不断进步成长，越来越完美。佩服他在如此嘈杂浮躁的环境中，还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静。在这样嘈杂和不耐烦的环境中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不断的积累和沉淀就很难不成功。超级输入，肖除了是明星，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，也是非常值得追随的人。肖在任何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一切都围绕着他个人，无论是流量和热度，还是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喜爱，肖永远是主角，其他一切都是偶然的。被顶级流量包围，不是因为这个流量他才变得耀眼，是因为他的存在，这个流量才存在，是流量因为肖战的存在才变得耀眼有价值。肖战为王，流量为臣。人们喜欢和关注肖战，不是因为随波逐流，不是因为热度和流量，而是因为他是肖战，因为他的作品。他的粉丝不追星，只追肖战；他的粉丝不混饭圈，不像其他饭圈的粉丝不买代言，不做数据，不追娱乐圈。但是他的粉丝量实在是太多了，甚至如果一个人来一句话，不知不觉讨论量已经超高，数据已经很漂亮了。他们不买明星代言的产品，但会按需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，因为人多，即使偶尔一个人点播，商家的销售数字还是很可观的。据说肖战代言的产品能一直卖得很好，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粉丝量太大了，包括各个层次、各个年龄段，所有直播的人，还有无数肖战的支持者，默默的粉丝团的支持，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支持的。因为肖战代言而熟悉品牌的，都是理智消费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买的，我们都买自己需要的，不会每个产品都买同一套的人，自然有很强的购买力。这就是肖战独特而强大的顶级商业价值，不容小觑，绝无仅有。你不知道肖战的巅峰在哪里，但他会不断的创造记录，打破你的认知。你也不能低估他的粉丝，那些从2020年到现在一直陪伴着肖战的沉默的大多数，这股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，强大而高不可攀的存在。肖战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。